在这个星球上，曾存在许多人类已知与未知的文明，他们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进步与进化。文明的毁灭与诞生是这游戏的一部分。如今，人类又快走到文明的关键点，极端气候的发生、AI 的快速发展、人口结构的改变，人类面对的只是更大游戏的一小部分。人类已逐步走向一的法则的进化版本。看看那些渐渐只剩空壳的宗教组织，那些渐渐觉醒却不知所措的人们。然而，有些真理与修炼如琥珀被保留了下来，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觉醒者。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我们上一集说到庄子齐物论中的大道是没有道明的，大辩是不用言辞的，大仁是不自以为仁德的，大廉是不自言诚信的，大勇是不逞勇狠的。我们来看看庄子接下来对这五种在社会上视为美德的概念加以说明。这五者本是圆融的，可是却好像是方的，所以我们的知必须止于不知的境地才是最完美的。这里我们先解释为什么说这五者本是圆融的，可是却好像是方的。真正深入这五者，也就是道、辩、仁、廉、勇，深入这些文字概念的智慧都是没有界限的，他们的精神并不受人类社会各种外表形式的限制，但只要是在人类社会被开始使用或推广，就必定会受限，会被切割。这不是这些理念与美德的问题，这是人们过于依赖头脑思想的限制，所以一进到二元的领域，便成为了方的，它就开始衍生出许多的形式与规则让人们去遵守，变成有符合这些 ABC 行为的人，就是有道，就是仁的，就是勇的，这就和真正的美德开始脱钩了，甚至开始伪善、虚伪了。这要怎么办呢？所以庄子说，我们的知必须止于不知的境地才是最完美的。这里庄子大大的所谓不知，想必有会被世人所误会与误解，像是无畏、无知等等这种形式的道家文字语言，总是会让一知半解、尚未有更深领悟的人们拿来说嘴、取笑与枪瞎。他们看到庄子说知必须止于不知才是最完美的，心里就会出现很多黑人问号，然后开始鄙视与讽刺。其实只是他们不懂庄子的意思。虽然阿吴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但没关系，我还会继续解释给大家听。我来举个例子，这里有3个层级：小孩、一般成年人与得道者。这是一个人内在精神与灵性发展进化的过程。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这3者的中间，也就是一般成年人的阶段。但自古有许多经典说明得道者的许多品质，就像小孩子那样的单纯与纯粹，还有他们有时行为也表现得像小孩子一样，但只是像小孩的某些特点，并不是说他就是小孩子，他并非从一般成年人这个中间阶段退回去小孩的阶段，而是更往前走，去进化成得道者。得道者是天真单纯的，但并非像小孩一样懵懂。所以这是道家的语言，从小孩的无知到一般成年人的知道很多知识，最后修炼进化到得道者的无知。你看，这2者都是用无知这个字，但它的意涵却是天差地别的，只是用的字是一样的，某种角度的外表状态也有一点点像，
所以就会造成人们误解。但这纯粹只是语言文字的限制。例如我们用的中文，大家以前在学校里国文或作文课都有学过，好不开心中文里有双重意思，在肯定语气下，好不是加强语气的副词，意思是非常、很，所以好不开心等于很开心或非常开心。这对于非中文体系的外国人来说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好不开心等于很开心呢？同样的，庄子这里的不知不是说不要知道，而是说知道的非常深入，这个深入已经超过了人类所习惯使用的感官系统，所以已经超过了感官系统，故称不知，以及超越了语言文字和逻辑的范畴，故曰不知。所以这个得道者的不知和小孩的不知道是不一样的。就像开心的好不开心和难过的好不开心是不一样的状态，只是使用的字是一样的，这样大家懂了吧？那么我们再回来看庄子说的知必须止于不知的境地才是最完美的，这样大家应该就很好理解了。他不是要你倒退回去懵懂无知，而是要你继续往前走，往前精进，才能到达超过头脑思想限制的境界，而那个境界的知，以道家的语言就叫无知不知。所以庄子继续说，谁又能知道不用语言文字的变，不靠名词言称的知道呢？如果能知道这一点，就是所谓的天赋了。天赋如宇宙的仓库，不断的注入也不会满，继续的着用也不知干，使人不知它的水从哪里流到哪里，这叫做宝光。这里说的天赋的概念和灵性圈里流行的阿卡西记录很像，只要你能到达无我与不知的境界，其实就会有许多灵感、信息和直觉不断的涌入你的头脑中，你会变得知道很多。这些知道不是由书本一个字一个字看来的，也不是由 AI 生成的，你就是自然就知道了。这是因为你已经放下依赖头脑的回路，而去感受与体会整个宇宙世界的奥妙，天赋的水就自然注入到你身体来。这并不同于一些所谓的传讯或灵性附体，这是与自己的高我慢慢有了共鸣。当然这样的说法是有风险的，因为很多人会把自己内心的贪婪与欲望的声音误以为或美化为高我与自己对话。所以若要说自己与高我在对话，先问问自己是否到达庄子大大说的无我与不知境地吧。若没有到达这样的境地，却发现内心有人在和你对话，那就是你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或是其他的外灵或存有，与高我没有关系哦。当然有些鬼会告诉你他是你的高我，听听就好哦，不是只有人类社会才有诈骗集团哦。这里衍生出一个长期以来修行灵修的都市传说，打坐放空头脑会让外灵介入你的身体，会被入侵是危险的，这是否为真呢？阿吴的解答是，一般人的打坐是非常安全的，但如果你的观念长期处于不对且扭曲，例如你就是相信打坐会引来鬼，晚上念哪一种佛经会引来鬼，如果你相信并心中带着过多恐惧或贪婪，那么你自然会吸引到相应的能量或存有来，而这并非打坐的关系，而是你自己招来的。所以阿吴才说，修行要进步是需要正确的观念和正确的练习才会成功。上述相信鬼会随便入侵，本身就带有扭曲的观念，这些恐惧的思想与情绪本身就是一种能量，是你向外释放的讯息，所以那与鬼和打坐并没有关系，和你自己的内心有关系。所以正确不扭曲的观念对修行与灵性的进化是重要的。在打坐时确实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例如听到一些声音，闭上眼睛但还是看到一些影像，或是感觉飞起来，或是进到另一个世界等等，这些都是自然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要排斥恐惧，也不要贪婪留恋就可以了。这些特别的现象是因为在你冥想打坐时，脑波减弱，身心都安静了下来，感知变得更加敏感与敏锐，自身能量与外在相互摩擦产生的自然现象。如果你太过恐惧，就会自我印证产生你认为可怕的事情；如果你太过留恋这些有点神通的状态，
那么就很难进步。在民间，也有许多人在渴求荡机身，渴望某种神明的附体，有些是在装疯卖傻，有些是真的有灵体在背后，但这些都和实际你自身的修行没关系，有的只是贪婪而已。修行人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才不会恐惧。我们再回头来看庄子所说的不知，这里庄子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从前有2个人，一个叫聂缺，一个叫王尼。聂缺问王尼说：你知道万物有共同的道理吗？王尼说：我怎么知道啊？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吗？我又怎么知道啊？面对这个一问三不知的局面，聂缺不甘心地继续问下去。那么万物都无法知道吗？我又怎么知道呢？虽然这样，我姑且试着说，你怎么知道我所谓的知，不是一种无知呢？怎么知道我所谓的不知道，却是一种知呢？王尼说，人们自以为知道的，其实可能是不知道的，而圣人的不知，可能是真的知道什么的。这里有点像在绕口令，让我们看看王尼接下来举的例子。我就问你，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得风湿的腰病和半身不遂，你就会这样吗？人爬到树上就会惊惧不安，猿猴会这样吗？人、泥鳅、猿猴，这3个到底谁处在真正的安全的处所呢？人吃菜蔬肉类，麋鹿吃草，蜈蚣喜欢吃小蛇，猫头鹰乌鸦喜欢吃老鼠，这4个到底谁的口味才是真正的美味呢？片居以雌原味配，泥和鹿交合，泥鳅和鱼相游，而毛强、西施是世人认为最美的，但是这些人类认为的美女，鱼见了就躲入水底，鸟见了就飞向高空，麋鹿见了都快速奔跑而去，这4者到底谁才是天下真正最美的呢？依我看来，仁义的论点，是非的途径，繁杂错乱，我如何能知道怎么分别呢？这里用非常简单的例子就突破人们的盲点，就说明了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立场在感受、在说话、在表达，所以造成许多误解误会，在人类历史上衍生出许多杀戮与仇恨。一切原因都是庄子大大一直强调的人总是自以为是。让我们把故事看下去。你既然不知道这一切是利是害，难道智人也不知道是利是害吗？智人已达到神话之境，山林焚烧不能使他感到热，江河冻结不能使他感到冷，激雷撼动山脉不能伤害到他，狂风激起海浪也不能使他感到惊惧。像这样的智人，乘着云气，骑着日月，遨游于四海之外，生死变化与己无关，更何况区区的人间利害关系呢？这里的智人是已经领悟到的圣人，就是和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在孤叶山上的神人一样的描述。这里形容的火、冰、雷、风都不能伤害他，并不是说无法使血肉之躯损伤，而是指悟道的人已经悟到了法身，也就是找到了真我，也就是性体。此时这些外在现象或是人间的纷扰险恶已经无法伤害到智人的本质，因为他已经融合于法身，即使身体毁坏了，性体也是一丝不损的。自古人们读到这里，就像逍遥游篇一样，会把这个神人具体化，并以自己的想象幻化为神仙剧情，衍生出后世对神仙文学、浪漫仙游的影视、墨动漫、艺术作品。这在我们说逍遥游时已经说过了，其实这里是指万物的本体，即使是智人的肉体也是会损坏而停止运作的哦。庄子的齐物论已经快讲完了，阿武本来以为花个10几集就可以把整个庄子那篇说的差不多了，没想到现在齐物论才快讲完而已，看来阿武太天真了。下课喽，拜拜。